我的心好慌，我的手心在冒汗，我感觉一切都要完蛋了，是不是很熟悉？明明眼前一片祥和，却总是会对未来充满担忧，脑海里一遍遍上演最坏的结果。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再熟悉不过的焦虑。2022年发表在《柳叶刀精神病学》上的一项研究表明，大学生群体中有20%到30%存在中度及以上的焦虑症状，这意味着每个宿舍里都至少会有一个人被焦虑情绪困扰。为什么焦虑情绪这么普遍？我们到底在担心什么呢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还得先从人类的进化说起。焦虑并不是现代人的病，而是一套古老的生存机制。在远古时代，那些对危机格外敏感，随时观察着周边环境的祖先更可能活下来。于是大脑里留下了这一台过度灵敏的警报器，宁可虚惊10次也不能漏报1次。漏报率高的神经大条的马騮大概率是没活下来。正因为我们在进化的过程中保留了这台过度灵敏的警报器，老板皱眉，伴侣没回消息，明天的演讲都足以触发全套的反应，让我们活在仿佛大难临头了的紧张感里。可是就这么点小事儿，为什么也会被放大呢？这根本算不上生存危机呀。其实现代焦虑的形成跟很多因素有关，比如童年缺乏安全感、遭遇创伤或长期被苛责，都会让人更容易在成年后陷入紧张。就像流浪猫不如宠物猫亲人放松一样，童年正是大脑发育的关键时期，这些负面影响导致大脑分工出现了失衡。原本我们应对危机的机制是发现危机、评估危机、处理危机，而长期的负面经历让大脑里的杏仁核这个烟雾警报器高度灵敏，同时前额叶皮层频繁地受到刺激，结果就是放大了对危机的认知。比如路人多看了你一眼，你就开始怀疑自己的穿着打扮不合时宜，男朋友只是在打球没看手机，你就脑补出他一定带别的妹妹吃饭去了这样的画面。焦虑的特性就是把不确定感脑补成确定要发生的大灾难，这在历史上也有真实的例子。童话大师安徒生就是一个著名的焦虑体质，他每晚睡觉前都会在床头放一张字条，写着我还没死，因为他担心睡觉的时候被人误认成尸体而被活埋。他出门旅行，行李里必带一根绳子，以备旅馆失火时能从窗户爬出去。听起来可笑吧？但是安徒生毕竟是个行动派，为了缓解焦虑做了相应的准备。而有的时候焦虑伴随着的是拖延症，一旦这两个好兄弟相遇，就会掉进恶性循环。大脑告诉你快开始吧，你却迟迟不动手，任务越拖焦虑越强烈，焦虑越强烈反而越难下手，结果就是到头来你什么都没做，一味的沉浸在了要完蛋了的情绪里无法自拔，变成了内耗。如果是大脑过度敏感导致的焦虑，那为什么我们跟上一辈相比好像更容易焦虑了？这是因为环境不同了，以前父母辈下班后信息源有限，情绪有缓冲的时间，而现在我们拿起手机随时随地都能刷到意外事故、同龄人的高光时刻，这样一来不安全感和对比产生的落差感就被无限的放大，让我们无处可逃了。现代媒体的算法利用了人们更关注负面内容的特点，不断制造焦虑。因为在人类的进化史上，忽视危险的代价远大于错过好事儿，所以我们看到的是铺天盖地的让人焦虑的信息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心理医生会劝你少刷手机。可是离开手机又会带来新的焦虑，手机没电、忘带手机都会让你心慌不安，感觉像丢了魂儿一样。研究显示，超过1半的人都经历过手机分离焦虑。我们仿佛已经习惯了被消息不断刺激的感觉。不仅如此， AI 的普及还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存在性焦虑。本来忙碌的年轻人只需要考虑如何把手头的事儿做好，怎么提高绩效，现在高效又全能的 AI 让我们不禁怀疑，我做的事儿有意义吗？我学这个干嘛？我对这个社会还有用吗？这种对自身价值的根本性拷问让我们陷入了无解的漩涡里。那么怎么做才能缓解焦虑呢？除了广为人知的正念和冥想以及运动和晒太阳，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技巧，那就是嚼口香糖。研究表明，嚼口香糖可以有效地降低焦虑情绪，我理解为是让身体被迫正念。这种重复性的小动作可以让你转移注意力，暂时不沉浸在焦虑的念头里，相当于给大脑找点事儿做。当然，拥抱宠物也是个不错的选择，能让人沉浸在具体的感官体验中。身边没有宠物的话，也可以借机会拥抱一下家人，感受一下亲密。这期的内容就到这里啦，我是爱提问的邹邹，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不妨留下一个宝贵的赞吧。如果你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，也请留言告诉我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